我这是在哪儿？唐周，是你吗？这是我梦里的场景。严丹，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快醒醒！唐周，为何我一触碰到他，便心痛难忍，想要落泪？醒醒啊！严丹，严丹，唐周，严丹，严丹，我们现在用法术救不了他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对他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啊。这杀只缠睡梦之人，只有醒来才能破解，快把他唤醒！好，唐周，唐周，醒醒啊！唐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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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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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终于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刚才都想把你打醒了。我不能动心，我不能让严丹受到伤害。第一次看到唐周这般惊慌，他究竟梦到了什么？堂兄素来法术超绝，为何这次却迟迟破不了梦魇呢？虽然是梦魇，但却和真的一样，连疼痛都很真切。我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只要进入魔像之中，便会回想起让人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心境难平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便会好些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刚刚那些梦境，我从未经历过。因为我梦到此生最爱之人赴死，这便是我3界之中最怕的事情。唐周如此神色，
只怕在幻境中见到了那个一直求而不得的梦中人。他这般难过，但是很喜欢那个人吧？你不是说你失去记忆了吗？那方才梦境之中，想起些什么呢？我只看见当年重伤疗愈、苦修术法的创痛时期，并没有其他的。这魔像之中，空无一物，它的能量从何而来？现在风沙这么大，咱们先找找吧。走吧。走吧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，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蛋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好了，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你有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！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一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吧。银丹，银丹，小心！公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又为何回到此处啊？是扶霜把你们带回来的。他说你与公主在魔像中昏迷，只能一同带回尽欢房。我刚好被派来照料公子。哎，不必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你赶快去忙吧。啊，公子，没关系，云墨我自己可以。云墨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如何？莲青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如今疼痛难忍，急需你的关照。主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们？嗯。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没事了，你看我都能坐起来。好多了。那我们就谈正事吧。我和严旦拿了神器之后，还未走出宫殿，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震晕了。醒来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尽欢房。说说吧，你在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交手之时啊，柳微阳刚刚看清那神秘人的真正面目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自爆了，而且释放出巨大的灵力。在此之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全然不知了。这魔像里面
竟然有魔族的神兽，还有灵力强大的神秘人，这会不会跟魔族有什么关系啊？若真如此，事涉尸仇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必定要好好查上一番，为我日后的神仙意志画本再添上新的一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喂，你不是来寻找李晨的吗？现如今李晨你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还在魔像中偶得第3件神器啊！目的你已经达到了，现在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呢？若真有魔族祸乱凡间的话，我身为凌霄派的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队了，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行侠仗义。我日后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们的画本里，人妖齐心，守护苍生，必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有人看才怪。我看，那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而且，在魔像的法阵，并非像是天界所示。在宫殿中，神秘人对柳维阳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们一定是旧相识。他口口声声说进入魔像之后就会恢复记忆，现如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是敌是友，一探便知。你们公主呢？我要找你们公主。公主在魔像中身体不适，想静心休养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是吗？她有什么不适啊？我们这儿有妖界的神药，还有凌霄的秘方。你公主得了什么病？让我们进去，没准看看就好了。她是不想见呢，还是不敢见？公主既然严明不见，那么无论是何缘由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见到她的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口气还不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闯进去？二位虽功法高强，但这毕竟是神霄宫的地界，诸位如果要战，扶霜定当奉陪。哇哦！那是九尾蛇的蛇牙，小心啊！你现在杀我，他也活不了。蛇毒未清，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是毒素已经入骨，若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他这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。伤势已无碍。李维阳，可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我如何信你？九尾蛇乃是3界中剧毒之物，被其击中，皮肉尽腐，骨中毒血，唯有其牙可以将其吸出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了解？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否则功法不可能会如此强悍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混沌苟活数10年，如今陡然知道了一切。
只有痛，没有快。现在我心乱如麻，能否容我独处些时日？你们与我有相助之恩，我一定会有所报答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，待我清理好前尘，一定会如实分说。你体中的毒血已经析出，这是我消耗3年灵力调制出的散血露，你将它涂抹之后便能痊愈。他方才所用的招式，与在魔像中神秘人的招式不尽相同，甚是可疑。不过，确实是我轻敌了。柳微阳所言非虚，此路确实疗伤灵药，你的蛇都已经全都解了。可若他是敌非友的话，为什么要给你解药呢？可是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此人生性狡猾，在未知全貌之前，他所言断不可信。魔像寄生在珠翠山，统管此地的土地公应该会略知一二。入夜之后，我们前去探一探，或许会知道一些什么线索。公主，你已成功入了魔像，吸获魔像之力，你为何还如此愁苦？以前我以失意为苦，而如今皆一苦，却更生千百愁思。心愿未圆，苦痛难赎，就让我放纵一回吧。看来柳微阳确实没有骗咱们，他确实心情欠佳。这道符只能够维持1炷香的时间，是走还是现身，可有决断？他说他心愿未圆，若我们能帮助他完成心愿，他是不是就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他如此颓废，就算我们强行逼问，估计也不会向我们袒露心扉的。还是我们自行调查吧。哎，我第一次见神仙有点激动啊！你说那神仙是不是都像戏折子里写的那样，鸾姿凤态、仙风道骨的？不，何人请神呐？我是凌霄派修行弟子，捉妖途经此地，求借珠翠阵献制一看。何有供奉？这来的匆忙，未待供奉，请您行个方便，来日一定加倍补偿。一介凡人，道行低浅，有何资格请神托住啊？不帮。你这神仙就不是那个，这长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吧？这性格还势利眼儿，这跟戏折子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区区凡人敢戏弄本仙？区区地仙竟然如此傲慢，九重天上的上神也不会像你这般。好，一个凡人你不肯理他，那我是妖，你要如何呢？如果你不肯借我献制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胡子烧了？妖，本仙恪守先则，奉公守制，不惧你这妖类的迫害。哼，留得清白在人间，天界诛仙，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！别喊了！我是想说呢，刚才我们确实过于粗暴了，还望仙人您多多谅解。这样吧，我请您去体验一番凡间乐事，作为赔礼，您看如何？此酒只当天上有，哈哈，世人有口。饮
尚未成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没有想到大人您如此这般文采斐然，着实让我心生佩服。来，为了您的文采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来，干！大人果然是气宇轩昂，连酒量都是非同一般，简直是人中豪杰呀！来，为了这个，我再敬您一杯酒。来，大人，喝了这杯酒能活99。干！99啊！哇，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，大人！我们再来一杯。大人，醉了。你们妖类手段果然阴险，怪不得常言道，妖邪护心。严旦做的没错，若是你们那些正派的招数管用的话，那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妖出手了。藏限制的法器找到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朱翠山曾经是魔族的领土啊。我看这书上写着，邪神将魔族的力量源泉留在了朱翠山。那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魔像啊？那魔像当中法力高强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是邪神。若魔像源自于魔族，那么柳维阳为何可以吸取魔像的力量？那魔像当中的神秘人法术高强，我们2人皆不是对手，可柳维阳却能与他过招。柳维阳从魔像出来之后，功力大涨，而且施出法术又与神秘人相同。若他是魔族人的话，那一切真相便可以解释了。可若柳维阳真的是魔族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带我们走出魔像，又为何帮你治疗蛇毒呢？这个柳维阳，他既然心情不好，不如趁机灌醉他。一个人去套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去他住所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眼下他避而不见，必然是心有戒备。你如何灌他？那就告诉他，有一种酒可圆他心愿，解他心结，让他自饮而醉。什么酒？世上有一种酒啊，名为如愿，是用莲花的根茎而制成。喝了之后，在梦中便会如自己所愿，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情。这种酒我刚好会制。你从哪儿来的莲花根茎啊？你看，那日在沙漠中，你变出根茎救唐周，不慎断下一截，我就一直收着。没想到我的根茎还能酿酒呢，这法子谁教你的？一个心愿颇多，总愿意借酒圆梦的人。如果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可以啊。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灵力，少不得非凡手段。花金族有此一劫，要怪就怪你们是严旦的族人。
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花精族领地？你们是花精族的人？正是。我是颜淡的朋友，被恶人所害，受了重伤。爷爷，这的确是颜淡的花瓣。正是。颜淡说，他妖力不足，无法替我根治。他说，花精族的人向来纯良慈悲，博施济众，一定会救我的，便给了我这片花瓣，让我来此疗伤避祸。之前颜淡以一己之力救我们花精族于天师之手，这个人情不得不还。来，赶紧把这位姑娘带到族中医治。是。走吧，爷爷。姑娘，慢点。爷爷，你怎么样了，爷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若没有颜淡，我便不会来。要恨，你们就恨颜淡吧。你是一个凡人，你竟敢吞噬妖元，就不怕被妖化、被反噬吗？我就是要被妖化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变得强大。虚其反噬算得了什么？比这痛苦的，我早已力尽。孩子，快通知大家，逃啊！快逃啊！我不，爷爷。多谢。于墨，你教我噬火术吧。我知道，我们花精是属木的，修习火系法术十分艰难。可是这个太实用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受别人庇护了。我也想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昨晚呢，你是一夜未睡，这酒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烧成。不如你先休息，晚些时候我再教你。行吧。现如今，唐州已经寻得3件神器，只差1样神器便可圆满。虽然说我们3人是其乐融融，但是终究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你已经在外面快活惯了，会不会不想回燕兰山了？外面再好，哪有不回家的道理？至于那个小人，不提他了。于墨，水火明明是相克的。可是你们9旗可以同时掌握这2种，你在画出人身之前，修行是不是非常艰难的？9旗一族的术法呢，分为7重，前6重皆是水术，需要在最深最冷的水中修炼，而最后1重，则为炎火之术，需要割舍下之前的认知，以炎克寒，自毁修行，方能修炼成火灵。
没想到你们上古彝族修出个人参这么难，好复杂。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唯有历经此难，才会懂得取舍，习得涅槃之火，保护心爱之人。若说寒水可以修炼，护佑救妻，那这身炎火，便是割舍自己，剔骨生热，催灵化力，方能护佑心爱之人。燕丹，我把心头轻幕压下，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的自在快乐。如今，你喜欢一个人，却要这般痛苦，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夜阑珊，再不染凡尘俗世。原来你早已对他生情。酒已酿好，你是送他还是送酒？快送他回去吧。躲了这么久，可算是抓到你了。我过来并非为了与你打斗，这是如愿酒。这如愿酒能帮你在梦里实现你心中所愿，虽然改变不了现实，却也算是慰藉。等你心情平复好了之后，我再过来与你探讨我想之事。为何要帮我？我想疑团未解，若生祸端，难保苍生太平。你是解谜的关键，必然前来找你。况且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早已结下情谊。开解有人，不需要理由。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，
你同他一般，都是这样的恩慈天下，满口的苍生忍义、责任担当，热衷在三界四方管些闲事。但是你同那时的他相比，多了些人情味儿。今日我也想来管管你的闲事。你同我一样，都是失意之人，想不想知道之前的事情？你找回了记忆，却生出了新的苦闷，郁结难解。或许放下前尘，珍惜眼下就够了。待我喝完此酒，心愿得偿，明日便会告诉你们一切。你走吧。赤子，若不知道前尘，怎知道眼下该珍惜什么？我有我该偿的债，你也有你应结的缘，应愿去。日后查案，需小心谨慎，心结难解，需坦诚以待。所以你我今夜以茶代酒，互问3个问题：喝茶为是，泼茶为否，如何？第一个问题，你给严旦设下不离所，并非为了管教妖类，而是存有私心，对吗？你之前提到心上人，是不是严旦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迟迟不愿意服下幻翼珠，不愿意恢复记忆，是否也同严旦有关？你是否告诉过他你的心意？第3个问题，你若集齐4大神器，是否会与他断绝瓜葛，安稳送他离开？这茶为何像酒一样？你若不愿回答，直说便是。我又不会逼你，何苦如此？这茶，
是你。已经送我的东西，为何要拿走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天也要离开我？你为何不说话？莫非这又是梦境？也好。原来戏折子里说的情不知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严丹，你冷静一下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一只妖，人家是捉妖师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况且人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梦中人了，论刻骨铭心的程度，你也比不上人家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你们俩早晚都会分开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清醒起来好不好？这可能就是将臣说的体悟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像那些女孩子一样为爱犯傻犯痴。记住现在的感觉，有了这份体验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更好、更感人的折子戏。